拜登政府拒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并加速三大核计划，无耻想法曝光，曾遭俄罗斯最强回应：不用核武器就赢不了了，和中国有什么本质区别？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近日，美国防部副部长、美国核武器政策主管凯瑟琳·希克斯明确指出，拜登政府拒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并明确支持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此前，奥巴马政府时期曾考虑过采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是这样可能会让中俄改变核策略，而且盟国会没有安全感，所以美国核政策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保留允许美军在应对常规袭击也能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希克斯甚至批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个坏主意，他还强调加大力度支持核武器现代化，加速三大核计划，包括新一代哥伦比亚级核潜艇、B-21轰炸机和 GBSD 紧急洲际弹道导弹项目。与此同时，美国的核讹诈无处不在。原本根据美国国会在2021财年国防政策法案中的授权，美军打算退役17架 B-1轰炸机，但美军退伍空军上将约翰·迈克尔罗认为，美军轰炸机部队对威慑中俄至关重要，它比航母更灵活、更省钱，并且能携带更多精确制导弹药，并拥有核不确定性，对手不知道他们携带的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对于美国这种无耻想法，俄罗斯曾经给出最强回应。俄罗斯陆军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斯特林曾警告称，任何向俄罗斯领土发射的弹道导弹一律被视为核攻击，俄方将对其进行核报复。不仅如此，美国近些年一直都在努力发展低当量核武器，试图降低核门槛，将其用在常规战争中。更让人惊讶的是，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理德直接叫嚣，美国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核战争确有可能。为了回应这一言论，当时中国国防部直接宣布，中国成功进行了又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测试。和中国不同，在美国的眼里，核武器是进攻型武器，而不是防御型武器。可能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最近美国谈核武的频率逐渐增多，虚张声势，四处张牙舞爪，这说明他们底气不足。美国不用核武器就打不赢了。在常规武器方面，美国优势确实已经不明显，才整天想要用核武威胁他国。美国作为第一核大国，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危险的，而且美国也是唯一对别国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曾经尝过这种甜头。目前中印双方对峙状况出现了有效缓解，一些关键性区域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解。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人曝光了我军前线的小细节，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在2月25日，社交媒体上有博主放出一系列图片，并附带文字表示，这些是解放军对印劝降单的一部分。一些劝降单以图片加文字的形式组成，用色泽十分明显的英文表明是要钱还是要命，而其他一些劝降单中还有标注着活着回家以及投降等于生命等于金钱等语句。还有一部分构成简单的劝降单，则是用中英文双语标注，大致意思也是告诉印度士兵不要听信上级的谎言，充当侵略他国的工具，我军的炮火即将覆盖你们的阵地，不要充当霸权主义的炮灰。当然，由于也只是网上流传出的照片为证，官方并未对此做出额外解释，真实性还存在考量。不过，两军对垒、心理战同样是经久不衰的一个手段，发传单之类的做法也时常在各大战场中出现过，因此我军发劝降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但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印度国内文盲率极高，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算合格的印度标准里都有50%以上的文盲率，印度士兵能不能看懂上面的文字呢？需要指出的是，在本周随着中印双方第10轮会谈的结束，对峙情况已经出现明显缓和，几个关键性地区也开始进行撤军，结束接触情况。不过，整件事情的发展背后，还需要我国保持相当警惕。相对于一些人误以为的这场冲突的起源是印军基层挑衅，有观察人士表示，整个冲突被挑起都是由印度高层精心策划的。长期驻扎在拉达克地区的印度第14军第3师师长阿比吉特·巴帕特下达的相关命令，而执行者则是在冲突中死亡的上校桑托什·巴布。有分析人士怀疑，印度军方在近几年里与新德里裂痕颇为明显，莫迪当局一直想要裁减军队中的6万名文职人员，减少财政支出，
但却遭到了印度军方的断然拒绝。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新德里制定的军事改革也是一拖再拖，无法有效进行。而印军此次积极在边境地区闹事，很可能就是挑起双方矛盾，凭借先手优势占得一些便宜，同时通过国内媒体舆论和境外势力的扶持，扩大自身威望，借机上位。但印度人经常性活在梦里的习惯又一次出现，过高地判断了自身的战斗力，也过低地判断了我军的实力和战斗意志。从结果来看，印度这个阴谋在执行阶段就已经失败了。一场率先发起的突然袭击，结果自己丢下了20多具来自不同队伍的尸体。印度第14军麾下的比哈尔联队13死，旁遮普联队3死，炮兵团2死，野战团1死，通信连1死，另24人重伤，110人轻伤，被俘虏1名中校、2名上校在内，共计50人。说起印度军工，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频繁到离谱的坠机事故，但实际上，相对于其空军事故，印度陆军的事故同样不在少数。最近，印军在前线为了秀肌肉进行的一场实弹射击训练中，印度军工再一次展现了惊人的对己方杀伤力。据人民日报海外网在2月25号的消息，印军近日在前线地区举行实弹射击训练，试图展示其军事力量。不过，秀肌肉没秀好，反而在一片实弹炮火中自己人1死2伤，引发外界关注。而从印度斯坦时报在当天的消息中可以得知，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2月23号上午。当时，印军在西北前线地区查摩的一个野战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在外界看来，选择在靠近实控线地区的靶场，显然就是为了想要通过展示输出火力来达到武力威慑外界的目的。然而，在射击训练场中，一门口径105毫米的火炮炮管突然爆炸，四散的冲击波带着破碎的炮管碎片直接撞在了炮手和2名辅助士兵的身上。在24号，印度国防部对此表示，此次事故导致1人直接死亡，2人重伤昏迷且仍在抢救中。有观察人士指出，印度陆军出现炮管炸膛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就像印度飞行员整天担心自己的座驾哪天就机械故障一样，印度火炮手和坦克手也常常担心哪天就死于炸膛了。无论是炮管炸膛还是飞机机械故障坠机，其实本质上是印度军工的综合性问题导致。一方面是军工厂为了自己的口袋拼命偷工减料，另一方面又是后勤人员整体素质低下，对检测和维护程序经常进行删减。此次的常常鼓吹要发展印度制造，但其军工完全就是印度官方为了保持一点颜面的遮羞布，总想着当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但多次强迫印军采购国产货，奈何自己也不争气，不是这里偷工减料，就是那里存在问题。这就导致印度军方在对外采购方面基本是东西挑贵的买，买完就联合舆论一顿鼓吹。新德里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当然，具体最后的钱进了谁的口袋，就见仁见智了。最后的一个大单子就是引入法国阵风战机了，只不过签完合同之后没几天，达索公司存放合同的办公室就起了火，这就有点微妙了。